大家好，今天呢，小鱼儿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精彩的一个内容，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使用我们的一个 AI 来生成一个具有电影质感的一个精彩影片的秘密。那今天呢，我将特别详细的向大家介绍如何设计我们的视频，怎么样构图的一个技巧、灯光的运用、互补色的一个搭配，以及如何使用合适的拍摄设备和镜头的一个运动。那么不仅如此呢，今天的这款应用呢，还能让你呢为你的同一个角色呢生成不同的一个场景影片，进一步增加影片的一个多样性。那么此外呢，我还会手把手的教你如何为角色生成丰富的表情和动作，再通过抠图的技术呢，将它们和你想要的场景完美结合。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干货满满，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在开始之前呢，记得订阅小鱼儿的一个 AI 学堂，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更多实用的一些 AI 制作的一些技巧。那么本视频的相关链接呢，我都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建议大家来打开视频和我一起来操作。那接下来呢，我就直接打开这个微度链接在描述栏，进来就可以看到可以将你的图或者文呢转换成视频。那么进来之后呢，点击右上角，用你的一个谷歌邮箱呢先进行一个登录。我们点击一个立即体验，点这里使用谷歌登录。当然他说了，你也可以使用你的一个手机号登录。这个微度的话，它真的非常的厉害，在30秒内呢就能给你生成一个4秒的影片，而且速度真的相当的惊人。那最吸引人的一点呢，是这个微度模型呢，它的电影质感让影片在这个光线、雾气和色彩构图方面呢都表现非常的出色，也是它的一个核心优势之一。那我们登录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上面有写一个免费版有80积分。接下来呢，我们直接鼠标移过来，这里有个创作视频，我们点击一下它的界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简洁，特别的适合我们的新手朋友们。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上传图片，进行图片转成视频，也可以在这个下面呢输入我们的提示语，用文字呢来生成一个影片。这里呢，我们先用文字来生成影片。那如果说你不知道输入什么提示词，大家可以结合这个 GPT 来帮我们生成一些。那大家呢可以结合这个 GPT 来帮我们给出一些简单的提示语。我们这里我直接让 GPT 帮我写了5个提示语，我把这个文字粘贴到这里。这里呢，我再补一点，在这儿可以看到，你可以使用中文，也可以使用英文在这个右上角，我这儿直接使用了中文，方便我们所有人都能看懂你也可以选择中文、英文。那在东京的夜晚，一个穿着短裙和高跟鞋的眼镜女生走在繁忙的街道。 OK， 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呢有一个设置这里有个设置，我们点一下。那这里有2种风格可以选择，第一个呢是写实的，第二个是一个动画。时间呢也是可以选择4秒，也可以选择8秒，但是这个8秒呢，目前它是需要升级才能使用，所以我们目前就先选择这个4秒。我们这里选择一个写实风格。 OK， 回到刚才，点击这个上面，回到刚才的页面。那么鼠标往下滑，这里有一个描述词优化。那这里你可以看到，他说开启后会自动优化你的提示词以提升你的生成效果。如果希望更好的控制生成的视频呢，那就不要开启。这里呢，他说了就不要开启，因为它开启的话，它可能会如果说你是比较短的一个提示词，那么它可能会扩展为比较详细的一个提示词来生成一个影片的效果。但是呢，勾选了之后呢，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过度的创意。所以我们这里呢，先暂时不要勾选，直接点击下面这个创作，可以看到创作呢是需要4个积分。 OK， 我们点击，那么它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可以看到几乎就是在几十秒之内就可以生成。建议每个朋友都可以进来试一下，80个积分的话，我们可以创建很多的一个视频。 OK，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个女孩走在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街道我再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女孩出现了，她是虽然说是一个背影，但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那么如果说这里生成的你不满意，可以看到这下面有一个重新创作，我们可以点击一下。那还是这个提示词，一个穿着短裙和高跟鞋的眼镜女生向我们走来，我们把它改一下，便向我们走来。这里点击一个创作。 OK， 我们再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里
那可以看到这个女生走出来了，还在向人打招呼啊。旁边呢还有行人，那这边还有一些场景。那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它跟我们的提示词非常的贴近？那穿着短裙，戴着墨镜，非常普通的一个女生啊。在这里呢，我没有提到什么漂亮、性感，那么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女性。OK，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生成的影片呢，它是4秒。那如果说我们不去订阅一个会员的话，我们怎么样生成一个更长的一个影片、视频呢？那我们在这里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把最后一帧截取下来，再进行一个图生影片来做出后面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片段。那么这个呢，我在后面呢也会给大家展示。那么不满意的情况下呢，你还可以点击一个重新创作。那接下来呢，我要教大家几个方法，把你的视频呢做得更有质感。我们同时呢，那我们还是来到左边的一个输入框，在这里呢，我们输入同样的提示词，但是呢，我们在后面呢需要加上一个景深，还有光圈呢是 1.4 啊，用一个索尼 FX6 的一个相机来拍摄。那么生成的影片呢，色调呢是需要互补的，比如一个蓝色和灰色。那设置一个景深，它是可以模糊一个背景，把主题清晰对焦啊，观众呢就会把这个注意力呢集中在这个主角上面，这样呢你可以接收到你最想传达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内容。那么这个 f1.4 的一个相机光圈设定呢，这个数值越小，虚化的程度呢就越大。那我这里先点一个创作，那这儿呢我把这个相机摄像机的类型指定了一个 FX6， 那这个是一款能够提高作品质量的一个电影摄像机。那么视频里面的不同的一个对象色调呢也要互补，那它可以让你的影片提升一个观感。这里呢我们同样要把这个下面的一个描述词优化打开一下。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那么这次可以看到虚化的效果呢，让这个主体呢变得非常的清晰，并且呢进行了一个有效的构图比如说可以看到这是一个3分法，人呢放在了镜头的1/3的线上，背景可以看到虚化了。但是呢，细心的小伙伴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呢，它的清晰度不是很高，所以这里呢，我们还需要来提升一下影片的这个分辨率。那么我们来到右下角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智能超清可以提升画质，这儿我们直接点击一下。点完之后呢，鼠标回到左边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类型，第一个是稳定，第二个是创意。那创意呢可以看到正在开发当中目前还使用不了。我们点一个稳定，点击下面的一个超清，每一次创建可以看到都是4个积分。 OK， 趁着生成的时间呢，我们这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小鱼儿的频道那这上面呢是小鱼儿油管的一个频道的一个链接地址，这里已经生成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明显就能感觉到它的一个变化。这个上面整个画面呢是模糊的，但是现在超清了之后呢，整个画面感就清晰了很多。放大给大家看一下，那么明显能感觉到它的一个视频分辨率呢提升到了一个1080，并且呢它进行了一个重新渲染，而且呢它还修复了一些细节，整个影片呢看起来呢比上一个呢好了很多，也从原来的16帧呢升级到了一个24帧。那我们这边呢再来生成一个，比如说简单一点一个女人在广场跳舞。那么这下面可以勾选一下这个描述词优化，然后点击一个创作。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继续来生成。那在这里可以看到它的旁边这里有一个随机提示词随机的一个描述词，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暴风雨的夜晚这是一个风景。我们再点一下，两个人举起茶杯，小口抿了一口，这个是两个人在喝茶。那再点一下看一下，那这里你可以替换它的一个描述词，还是这个，这是一个车厢里面有2个人那这个我们把它点击生成来看一下。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已经好了，一个女生在广场跳舞，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非常随机的一个提示词，生成出来的效果真的还是非常的自然不错。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两个人坐在车厢里面，可以看一下有一个表，有一个时间，非常的自然。这个镜头呢又是由近拉远，整个影片它生成的一个风格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具有一个中国风。
那在这里呢，如果说你想要生成想要达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的话，你最好是把你的一个衣着的一个风格呢，给它描述出来，那它可能会更接近你想要的一个效果。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图片转成视频功能。那这里小伙伴，如果说你有图片的话，你可以直接点击上传；如果说没有图片啊，可以跟小鱼儿一样，比如说我想要几个动图，或者说我想要一个小男孩，那我这里呢直接让 GPT 呢帮我生成了描述了一个男孩的外貌形象。那后期的话，你再制作一些小故事也好，制作一些视频也好，那么你可能会需要创建一些角色，那这个时候我觉得用 GPT 就非常的好。那如果说你没有 GPT 的一个账号的话，描述栏也有一个便宜合租的一个成品账号，那还可以升级，把你的一个 GPT 3.5 呢升级到一个 GPT 4O， 相关链接我都放在了描述栏。这里呢我就一个小男孩穿着一个深蓝色的裤子，那这里我就直接复制一下。这里呢我需要稍稍的改动一下这个提示词，一个男孩。那么背景呢，我们需要一个白色的背景。 OK， 这里好了之后复制一下，这个时候我会用的一个 Leonardo 来帮我生成一个图片。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Midjourney 都可以，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这里把它选择一个16:9，选择一个动漫的一个模式，然后点击一个生成。那这下面可以看到，这是小鱼儿生成出来的一个动漫角色。那它生成的速度也很快，看一下这就是一个卡通的人物。那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那么这里点击上传图片，这呢我会选择一个真实的人物，一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这个功能图片你可以看到，它下面会有图片的用途，有一个用作起始帧，也可以参考人物角色。那这个呢，这两个功能都非常的棒。第一个呢，用作起始帧呢，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图片来生成一个场景的一个视频，你可以把这一帧呢生成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影片。那第二个用作人物角色这一个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图片中的这个人物，我们可以来用这个人物来生成另外的场景，让它出现在不同的场景。我们平时所说的一致性人物让它出现在不同的场景。我们可以通过提示语呢来描述，来参考这个人物角色的这个功能。这个我们后面再讲，我们先讲这个用作起始帧。这里我是一个小男孩在骑自行车，我直接输入一个小男孩在街上骑自行车。我们这里直接点这里这个描述词优化，我们就先不勾选，直接点创作。相关链接在描述栏，大家打开可以一起来操作这个是免费可以试用的。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给小鱼儿留言。那如果说你对于绘图用 AI 做视频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我的知识星球。 OK， 生成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男孩骑自行车。那么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旁边这些树这些都能够全部都能呈现出来。那你更多的一些图片呢，你都可以上传上来呢，来进行一个生成一个视频。接下来相信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就是怎么样创建一个连续性的一个人物让它出现在不同的场景。那么这里呢，我就会用了这一个小男孩的图片。那这里呢，我提前用一个 Leonardo 来创建的一个小男孩的一个图片，可以看一下。提示词也非常的简单一个可以看一下，一个小男孩穿着牛仔裤，这是一个 3D 动画的一个角色。上传进来之后呢，我们就直接点这个参考人物角色。那我会让这个小男孩来作为我后续。这里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输入框里面输入小男孩的动作和场景你想让他出现在哪里？比如小男孩坐公交车，或者说小男孩在去学校的路上。如果说我们想让他后面的每一个视频呢都能衣着一致，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加上。我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个提示词，这里小男孩是穿着一件简单深蓝色的还有一个白色运动鞋，穿着一件简单蓝色 T 恤和蓝色牛仔裤。 OK， 那我们可以
加在这个前面。小男孩穿着一件简单的蓝色 T 恤和深蓝色牛仔裤，走在去学校的路上。OK， 这里我们直接点一个创作。那么我们就等待影片的一个生成。那同样的方法呢，我们还是上传刚才的这个小男孩的一个图片。我们要生成一系列的一个人物出来。那么这里呢，还是保持小男孩的衣着一致，写上小男孩穿着一件简单的蓝色 T 恤和深蓝色的牛仔裤，在教室上课。那这里点这个参考人物角色，我们一定要把它勾选一下，点击创作。那接下来呢，你还继续上传这个小男孩穿着蓝色的一个牛仔裤在餐桌上吃面包，点击一个创作。那可以看到3个场景呢都已经生成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看第一个场景，我这里第一个呢，小男孩走在去学校的路上。那这里小男孩就走在去学校的一个路上，那背景也可以看到很简单，就像学校的一个教室一样。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场景，小男孩在教室上课，可以看到这里有书桌，那么同样还是穿着蓝色的衣服，还是同一个男生，保持了人物的一致性。那再看第3个场景，那小男孩坐在餐桌上吃面包，可以说成这个人物真的是完全一模一样，有餐桌，有面包，有凳子，那可以看到，并且表情也非常的到位。那么除了生成我们给出的一个场景之外呢，那这个微度呢，它在生成角色的一个不同表情这一块呢也非常的出色。这里呢我们来试试看，还是点击这里上传图片这一次呢我用这个小女孩。那这里小女孩、小男孩这些角色小鱼儿呢，可以看到了，我都是用 Leonardo 来帮我生成的。这里这个小女孩我上传进来了，如果说你想换也可以这旁边有一个删除键直接点删除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我们就需要选择我们要做人物的一个表情的话，我们就点用作起始帧不要点这个参考人物角色，点用作起始帧。我们在这个里面输入小女孩很无奈，很生气，小女孩看起来很生气。 OK， 然后点击这个创作。趁着这个排队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生成一张，还是点击这里上传图片。那这一次呢，我会还是用作起始帧我会让它有另外一种表情。我们写上小女孩，那这里呢我会加上一个词语，我想让这个场景呢，这个小女孩站在这里不动，只想让它出现一个表情的动作小女孩站在原地不动，相机运动是静止的，小女孩看起来小女孩突然变得很害怕。那么这里我改了一下小女孩突然变得很害怕，吓得站在原地不动，相机运动是静止的。点击一个创作，可以看到我点生成的时候呢，它提示我这边还有一个正在生成，要等这个生成好之后呢，我们才能点击。 OK， 我先把这边这个点击创作。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小女孩看起来很生气。我来看一下这个小女孩很生气的这个视频真的必须鼓掌这个太形象了。看一下小女孩的表情，你就知道本来是很开心的，突然一下你看她生气，双手叉腰，嘴还不停的在说。那接下来呢，这个小女孩害怕的一个表情，我们再来看一下突然一下吓得都蹲下来了。看一下，那小女孩还是站在原地不动只是吓得突然张大了嘴巴，她的面部表情非常的到位。那么同样，如果不满意的话，你还可以重新生成。那这里呢，你也可以把它变得高清一点，比如说你想把它做成一个影片的话，我们可以点一个智能高清，这里选一个稳定，点一个超清。那这里呢，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可以把这2个图片这2个视频呢，给它添加一个背景。那么我们让这个小女孩非常害怕的这个表情动画呢，再结合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场景，把它生成一个视频。那这个恐怖的背景呢，小鱼儿在这里呢也想了一下
我让他给我描述2个恐怖的一个动图场景。这里呢，我也来生成了一下，这次呢，在一个森林里面呢，突然打雷下雨，这里是在一个墓地啊，我觉得这个有点太阴森太恐怖了啊，并且呢连贯不起来。接下来呢，我又想了一下，那在海边啊，如果小女孩正在去看海浪，本来是很开心的，突然一下海浪席卷而来，小女孩吓得很害怕啊。我觉得这个场景符合。OK， 我这里有需要提示词的朋友们呢，可以去我的知识星球哈，我这边就直接点击上传的这个图片。啊，这个海浪席卷而来。那这图片的话，你可以多保存2张啊，哪一张生成出来的视频的一个效果好，你就用哪一张。我把这里给它下载。OK， 回到这里上传这个，把这个图片上传。这里我们是制作一个小女孩很害怕的一个背景动图。那这里我们还是用作起始帧。那这里提示词呢，我不做任何的一个输入。那么为什么要用作起始帧呢？那这个动画的一个背景动图呢，它可以保持开头帧的完全一样。后面我们去结合视频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呢把这个视频呢进行一个倒放啊，把2个4秒的动画呢可以无缝的衔接起来。那这里呢，我这里在输入这个文字这里呢，我不做任何的一个文字描述，直接点击一个创作。那把我们需要的图片都可以给它进行一个高清。然后点一个超清，只能一个一个生成。OK， 这里可以看一下我们龙卷风的一个效果，非常的自然啊，有蓝天白云，看一下这个海浪卷得非常的高啊。那这个是刚才我点了一个增强画质之后的一个效果，我这里把它先下载下来。那这里生成好的视频，我们怎样给它结合起来呢？这里我们先把它在这里呢有一个下载按钮啊，每个视频的下面有一个下载按钮。在这里点击下载好你需要的视频，我们把它保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用的剪映，打开剪映，我们点击开始创作。那这里我们把这个刚才的小女孩给它导入进来。OK， 选好你刚才的一个生气和害怕的一个表情。我们先拉2个海浪的一个动图啊，把这个视频先拉下来。接下来呢，我们先把害怕的这个表情、生气的这个表情跟它先拉下来。我们把它另外一个呢也给它拖到这个时间轴上面。龙卷风呢是同一个视频啊，我把它拉下来了2遍。接下来呢，我们需要一个抠图的一个操作。我们鼠标选中上面这一个人物的视频，选中之后它会出现一个边框啊，看一下。那鼠标回到右边这里点一个抠图，点一个色度抠图，这儿点一个取色器。那我们来取一下这个颜色。取好之后呢，我们点下面这个强度，我们把它拉一下，可以看一下，拉到合适的位置就可以啊，不能拉得太凶，可以看一下，拉得太凶的话，那整个小女孩，或者你在这个后面输入也可以。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啊，它抠图有几种，有个自定义抠图，有一个智能抠图，看一下哪个效果好，你就可以用哪一个。比如说我这里用一个智能抠图 ，OK， 可以看一下它智能抠图的效果还好一点。那我刚才点了一个色度抠图哈，会出现这种脸上呢会有抠不干净啊，出现这个后面的颜色。那么这儿我就选择一个自定义抠图啊，选择智能抠图。那然后我们把光标移到后面这个继续抠图，我们还是选一个智能抠图。可以看到这里呢图已经抠好了。这里呢因为2个表情的影片起始帧呢都是用的同一个图片作为起始帧，所以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影片倒放一下。那这里呢，我们选的这个影片，这上面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倒放，我们点击一下。那这样的话，第一个片段的最后一帧呢，跟第2个片段的开始帧呢就一样了。那么龙卷风的操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点击一个倒放。这个方法呢，就是把2个片段衔接上。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这个小女孩很庆幸啊，以为这个海浪离自己很远，但是没想到海浪一下打过来了。那么视频做好之后呢，可以直接点击上面的一个导出。大家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生成一些免费而且不限时长的一些视频片段。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那大家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向小鱼儿提问。那记得一定要订阅，并且点开旁边的一个小铃铛。相关链接呢都在描述栏。我们下期视频再见。